说到美食，有些城市以甜为代表，有些则是因咸而闻名。而我们今天吃的9间店，发现在所有县市里面，最懂得在甜咸之间找到平衡的，就是彰化。仔细想想，我们好像没有在彰化市区拍过美食。不过，我们的朋友和美食家早就提醒过，彰化的美食不止多，而且很有特色。这是我们因为500万的契机，特别走访得奖店家与在地小吃。结果发现这里的老店超多，随便就是50-60年的历史了，再加上庙宇文化的影响，更孕育出许多独一无二的饮食传统。所以我敢说，看完这一集，如果你还没来过彰化，一定会想跟着我们一起把这些美食吃过一遍。这一间是北门口肉圆，我们今天来到民生店，然后这个呢是在地超过1甲子的店家，是我们的朋友呢台湾食旅带我们来吃的，因为今天来到他的地盘。然后这家超厉害的呢，是今年呢500碗的3碗。那这个3碗呢，其实在全台湾呢只有5间店，这间店就是其中一间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之前吃过很多2碗了，我都已经感动流泪了。我觉得3碗应该非常厉害。这一碗要跪着吃。对，来吃吃看。一看样子就是我最喜欢的脆皮肉圆啊！不过我们放太久，它已经没有那个声音了，但还是看起来很脆的样子。赶快来吃一口。我看到满意的表情了。怎么会有一个花生的香气？我第一次吃到在肉圆里面加花生粉的。好吃的都会加这个。真的吗？你的意思是我们过去吃的都有，我有吃过。哇，它这个酱啊，你凑近闻的时候呢，就可以闻到它那种坚果香气，里面有花生跟芝麻，所以呢，你不只是闻的时候呢觉得很香，你吃完之后呢，嘴巴里面还残留的那种香气。那后面呢，就是说它的酱其实是有带一点甜口的，可是是很柔和的甜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咸甜非常的高明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咸加甜中间柔和剂最强的是什么？就是加花生跟芝麻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台湾很多小吃里面都会加，比如说像麻糬啊什么，都会这样做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高明的做法。这里面内馅啊，有肉有蛋有香菇，而且它的肉呢是一整个肉块，吃得到它鲜甜的味道。我真的觉得这是人生必吃。你如果只有没有来过彰化吃的话，真的会觉得这跟世界是不一样的。对啊，好好吃哦。我们来吃另外一个。还没有讲到它的外皮啦，这外皮呢炸得这样酥酥脆脆，可是里面呢还保有它原本柔软的感觉，外酥内嫩。其实啊，我有时候不是很喜欢吃某一些彰化法门，因为它比较太 Q 了。对啊，我喜欢有柔软度的。好了，目前这一颗是我心目中最强的一颗，人生最满意前3。对，没有，是第一了，就第一。500碗推荐的菜色呢，还有这一个就是龙骨髓汤。那它这个其实呢不是猪脑，它就是猪的脊髓，然后加上有点像蒸蛋的做法。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东西，我刚本来有点却步，可是呢听说大家吃过之后都是一致好评。哇，这一碗真的是很棒，一吃会上瘾。它那个脊髓的部分啊，其实没有太特殊的口感，跟蛋的口感其实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味道的话呢，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味道，所以你是很容易顺的就吃进去了。然后反而是它的蛋香啊跟葱香啊，非常的明显，好爱哦。最后跟大家讲一下，他们家的肉圆呢有分大跟小2个选择，但其实呢，重点不是在大小而已，而是在大肉圆里面呢是有干贝的，所以500碗推荐的品项里面的干贝肉圆呢其实是大肉圆。我跟你讲，他在处理这个肉圆的时候，我觉得算是非常的龟毛，因为他有去把那个结构啊去打散，这样子肉圆才不会太 Q， 口感不好，脆但不刮口。对，然后柔软度非常的够，超爱。
一家是林家素食，它是500碗中得到了2碗，也是非常厉害的店家。那我们今天点的呢是什锦干面，还有1碗综合汤。我跟你讲，更厉害的是它已经超过100年，从日本时代就有了。这碗什锦干面里面的料非常多，有香菇啊、金针菇，然后还有杏鲍菇等等。哇，所以它吃到嘴巴里面的口感层次啊，非常的丰富。加上很特别的番姜酱来吃吃看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。加上这个酱之后呢，它的层次更丰富了一些。它是有一点点甜甜的，一点点微微的辣，然后一点点咸咸的，所以呢，你整个吃起来就会更顺口一些。我觉得这个面最厉害就是它扒酱的能力很好吃，然后我觉得素食的会特别好吃，因为我们一般在吃的时候都是台北都会吃比如拌猪油或什么，那个味道会比较腻一点点。那像这种素食的味道就非常的香，而且非常的清新淡雅。你不知不觉一整碗就会吃光光。而且我觉得最厉害就是它料非常的多，然后你每一口都吃得到料，吃得到面，难怪大家都这么喜欢吃这一碗。这一碗是综合汤，很大碗，里面有5种料。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呢，就是这个豆包。据说彰化人呢，在吃干面的时候很喜欢配鸡卷。那如果换成是素食的话呢，就是配豆包。它这个豆包呢是size 有比较小一点点，因为据说呢，他们有更多料、更丰富的豆包。可是在我看来，我觉得它已经很大了，真的很大一个了。试试看，它其实就一个鸡卷的大小了。它这豆包本身啊，超好吃的，你可以吃得到那种很多层次的感觉。然后再来是豆味很香浓，然后里面呢有包个金针花。我觉得它刚刚那个面里面有用金针花，那个口感非常的棒哦。我觉得它这个里面一定也很好吃，脆脆甜甜。它的汤头呢也是非常香甜，满满的这种蔬菜的精华在里面。我觉得应该是有香菇跟菜头的味道在里面。我觉得蛮经典，而且它应该是带一点点酱油底，那个汤非常好喝，很像我们在吃关东煮，可是它那个带来的味道啊，都是这些豆包啊煮进去的味道，很喜欢欸。我跟你讲，中午能够这样吃这一碗汤、一碗面，非常的满足。这一碗啊，它其实很像那种关东煮，可是素食，而且口味不比关东煮差。重点是加上它这个酱，真是无敌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永乐街，林家素食也是在这条街上。那这条街呢，它其实有素食面一条街的称号。那其实呢，这个店呢，它从日本时期的时候呢就开到了现在。那这个素食面一条街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就其实在彰化呢，因为宗教的关系呢，有非常多人吃斋。那他们吃斋其实不是只有初一、15吃斋，就是可能是每隔几天啊，或者是什么原因想吃就吃。间歇性的。对，然后再来呢，加上这个素食面，那它本身呢就是很有饱足感，然后吃起来呢也很满足，所以也很多人平常的时候会吃它。那所以在这条街上呢，开素食面的店家呢，其实生意就会还蛮不错的，所以就后来就形成了一个素食面一条街。其实应该这样说。就是你在彰化开素食面的时候呢，生意都有办法做得起来，所以就越开越多，就变成一个特色。那我觉得是大家来外地来这边的时候，比较不会去尝试到的特色，可是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值得尝试。可是因为我在 Google 的时候呢，就发现说，其实彰化的素食面还蛮多家的。我们在地彰化朋友跟我们说呢，这里曾经是彰化最热闹的一条街，可是因为后来交通变得方便了，其实离台中很近，彰化人可能就会觉得说，在这边逛街呢，不如就到台中去逛街，所以这边呢人潮就渐渐变得比较少了。这是朋友带我们来吃阿珍炸馒头，如果不是朋友带，我真的不会知道这家店好特别哦。它整颗馒头是用炸的，但是用挂包的形式出给你，里面的卤肉啊，你看哇，这个色泽。我本来想说应该是那个挂包，其实真的是馒头试试看。好。挂包真的很厉害它那个炸的部分呢，就是让表皮有酥脆，可是里面整个还是柔软的。因为我们很常吃到炸馒头呢，不小心就会炸的部分有点太多了，它吃起来就会偏硬。然后可是呢，
它这样一点点，然后又不含油，里面的卤肉真的有够好吃。它那个卤肉是 Q 的，可是 Q 的时候不会让你咬不动。虽然讲，因为我本来是比较偏好那种化掉那种，可是它这个 Q 的真的很好吃哎，卤得很深，然后再加上呢，它的花生粉加糖粉啊，又把它的咸甜给综合起来了。那个酸菜也非常厉害，那个酸度非常的刚好，没有一样是不 OK 的，超赞。没有说他到这个附近来要做什么事之前呢，一定都会先来买一颗，吃完再说。然后呢，如果像其他地方人的下午茶呢，可能就是水煎包啊，那彰化人下午茶就是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他是拍美食的，然后在吃美食之前还先来吃一颗，那真的是有够厉害的了，真爱了。来到这件是霸包粒，这个是朋友推荐，而且它还是500碗的名单。来吃一下它的小馒头，这个小馒头呢是朋友推荐说，哇，一吃到就觉得超好吃的，而且有个特殊的香气，一口5块钱，就很赞，试试看。小馒头很好吃，咬下去 Q Q 弹弹的，而且我们觉得呢，它放冷之后应该会更好吃，更 Q 的感觉。它这个非常 Q， 那其实呢，我觉得咬到后面啊，尾韵带一点特殊的香甜，可是那个香甜呢，不在我们记忆库里面找不到，不知道怎么形容。而且我觉得我第一次可以用刷嘴来形容馒头，因为我觉得它小小颗，很容易就一直吃，它会吃10几20颗去。对，而且我们朋友说呢，就是买一些回去啊，看是要用煎的还是用炸的，哇，好好吃哦。它特殊吃法，他说他回去都这样做，大家也是，还是有人试过可以跟我们讲。你的表情好像土豆哥、哦，他每次吃到好吃的东西都是这个表情。那一咬下去呢，就是还蛮浓的麻油味冲上来，很特别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不用咬下去，你光是凑近的闻，就哇，非常的香的麻油香，好香哦。它面皮一样，跟刚刚的馒头就是一样的 Q 弹。然后接下来，看一下它的那个肉，蛋黄在这里。我跟你讲，它里面的那个肉汁跟那个面皮呀、混在一起，那个香甜味好香，再加上麻油甜，这3种甜味不同层次一起交织在一起。我跟你讲，它的麻油就是面皮上面的麻油是沾染上去的，真正麻油的精华都在这个肉上面，超级香，好爱哦。哦，五告汤，五告合家。这一颗是香菇肉包。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很贼，因为我很喜欢吃香菇蛋黄肉包。他既然给我分开的时候，我是一定得要点两种，一定都要吃吃看。我跟你讲，因为这颗香菇的味道鲜味很足够，所以把那个麻油的味道呢给压到第2个层次去了，所以最先蹦出来是香菇的鲜味。虽然说里面小摆了不一样的东西，可是整个吃起来层次不一样。我觉得这边的肉包非常的好吃虽然说蛋黄跟香菇没有在一起，但是我觉得你一次吃2个，它们就在一起了。你就买2颗，然后那边咬一口，这边咬一口，这样吃就都有那个感觉。我跟你讲，它这个香到你知道吗？我可以剥开，然后闻它1天，然后不吃这样，夸张，超香。这一家是柯阿人，它呢也是500碗名单中的1碗。那我本来来这边呢是想要点控肉饭，因为我想说来到彰化不吃控肉饭怎么可以？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快到傍晚的时间了，很多控肉饭其实都没有开了。就我进来之后呢，还是没有点到控肉饭，因为老板说呢这几天猪肉呢就是休息，猪肉休市就没有在卖，所以呢控肉饭早就卖完了。
所以还是点了肉燥饭，那也没关系，因为它是500碗推荐的品项，而且呢是蝉联了3连霸，2023、2024、2025，它都得到了1碗。连续3碗，他还会再送你连续3碗的那个奖牌嘞。对，要连续3年的啦。我们来吃一下。另外呢，我点了一颗半熟蛋，这个一定要搭配起来的啦。这个不愧是蝉联3届的1碗哎，因为它的饭啊煮得非常好，光吃饭我就可以感到满足的那一种。然后它的肉呢，就是属于手切肉，大小不一，可是呢，这样子可以让整个口感呢更丰富。然后再来是它里面呢是有那个洋葱在那边，所以你吃到洋葱的时候呢，又有一个甜甜的惊喜感在那里等着你。然后他们这边的米用的是台根9号，所以我觉得台根9号是最适合搭配卤肉饭的一种米了，口感特别赞，然后其实米饭的香甜感也很重。然后它的卤肉呢，也是那种属于吃起来会黏嘴型的，再搭配上一个半熟蛋，哇，这个真的是超幸福的享受。我觉得它层次蛮丰富的，是值得细细品味的1碗。我觉得最厉害就是它的卤肉啊，有3种口感，就是外面的皮它有流，然后你也可以吃到瘦肉的部分，然后肥的地方化在里面的部分，所以你分开挖可以吃到3种口感的卤肉饭，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。这一碗是蚵仔淋汤。那它其实蚵仔淋有分2种，一种是有果粉的，一种是没果粉的。那我们选的是有果粉的这个。哎呀，这碗超鲜甜，除了蚵仔的鲜甜融进汤里面之外呢，9层塔跟姜丝的香气也是浓浓的混合在汤里面的。我觉得它所有能让这一碗汤好喝的元素都在里面，比如说姜丝啊、9层塔啊，而且它里面还放那个洋葱头，哇，这真的是非常邪恶的一碗哎。这里面的蚵啊，其实非常的多哦，整碗满满的都是。我如果把它捞到这个小碗里面，这个小碗应该会被装满。我觉得应该有20颗左右，或是以上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你看啊，它其实本身蚵啊就都不小颗，它的粉呢就是薄薄的裹上一层啊，增加它的滑嫩感。而且每一颗都很肥耶，新鲜好吃。这一间也是很推荐。可是我发现他们这边很有趣的一点是，他们很喜欢把他们的招牌啊做得很像门牌一样。对，门牌。我们刚刚那个不知道哪一间店也是这样。阿珍炸。对，可能是名产就会出现这个牌子这样。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然后很酷。你捞一颗蚵仔起来，我觉得它蚵仔饱满到一种程度，饱满到像一个基南佛一样。这个形容还蛮贴切的。真的。得到了500碗中的1碗。他们家最特别的呢是这个招牌瘦肉的口味，大家都说叫做咸麻薯。哇塞，它非常的堪吸耶，很 Q 很 Q， 然后里面呢，哇，你咬进去就可以知道那种传统大饼里面那种馅料的香气，然后呢，它外面呢有裹上一点点椰丝，所以刚开始吃起来的时候有椰子的清香味，微微的甜，吃到里面的时候，哇，那个香气整个爆炸开来。他们这边的店家里面都没有办法拍到，因为他们已经够忙了。没错。你看那个里面的馅料啊，绿绿的，它包的是咖喱。对，你不讲我还没注意到，你这样讲我就想到那个绿豆椪里面的那个馅料。真的很特别，就真的是把糕饼的馅料把它包进去这样。它的麻薯皮其实还蛮黏的，你要把它拉开的时候呢，它会跟你的嘴唇啊交缠好一下子。这里今天吃的东西都非常有新奇感，就是因为我们太少来到彰化了，然后就哇，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很特别的地方。我觉得这个最特别的地方莫过于它加椰丝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妙的巧思。尤其是我们常常在讲，在咸的里面呢，去加上一点甜的，会让那个东西呢变得层次更上一层。而且它里面的肉有2种，一种是瘦瘦的，一种是肥肉。肥肉吃起来有一点口感，那2个口感交织起来也是很特别的。
这个是彰化特色小吃糯米炸，这家是古月馆。我每次看别人的美食影片，看到糯米炸的时候，我都会在镜头面前流口水，想说我哪一天也要吃。这个我们点综合的，8颗1份50块。我以前还不认识台湾食旅的时候，就是被他糯米炸的影片给烧到了。它感觉有点像我们吃的那种北藤贵，对不对？其实应该是类似的东西。它现在刚现炸好，拿起来我咬下去，有一点麻烙的口感呢。这么厉害？麻烙那怎么念？麻烙还是麻烙？麻烙，我们讲中文就没事了。而且我刚刚拿到的时候，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这样热腾腾的，然后一包拿在手上，就想到我们放学的时候，然后去家里附近的小吃，然后热腾腾的一包东西那种感觉。我们刚刚仔细吃了一下，其实它非常像北藤贵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酥脆的部分大概占70%，然后30%是麻薯的部分。它只有卖2种口味而已，一种花生，一种芝麻。那当然你可以综合各半买起来。当然我觉得它的香气呢，就是给你一个点缀，不会说弄得太重，所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东西，但是吃起来很幸福，很好吃。这一家是真北平馅饼，我们本来呢是要去斜对面吃500碗入选2碗的彰化凉圆，然后那个凉圆非常的特别哦，里面是包肉的，跟我们一般看到那种古早味点心是不太一样的东西。它是霸丸做凉的。对，但是呢它提早卖完了，那所以我们就来这一家，它也是在我的名单里面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500碗入选1碗的这一家，那它呢是九妹推荐的猪肉馅饼，来吃吃看。它这个很好吃哎。然后呢，它形状啊做成这样半圆形的，很特别。然后里面呢，就是猪肉馅也非常的香甜。长得其实蛮像印度饺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觉得它特别之处是它那个饼皮啊，外面像是我们吃那种豆沙锅饼的外皮，然后包在外面，可是里面包的却是肉馅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它饼皮薄薄的呢，我觉得是更凸显它整个猪肉的香甜。可是呢，其实饼皮吃到的时候呢，也是蛮香甜的。这个我们还蛮喜欢的，因为九妹呢吃了这么多山珍海味，还能给出1碗呢，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推荐。而且他给的不是台南，因为他是一样也是新营人嘛，我要给到彰化这边来，应该是真的很有爱。我是觉得不错，因为他也是喜欢，就是这个都算是吃巧的、加卡的，小口吃，紧触鼻。这一间是阿张控肉饭，我们今天最后一次能够吃到控肉饭的机会了。本来前面已经吃那么多家，我真的是已经吃不下，但是没有吃到控肉饭，又觉得全身不对劲。对，我跟你苦苦哀求说，来这边怎么可以没吃到这样子？夸张啊，哪有苦苦哀求？因为大家一直在讲控肉饭，然后你每次拍到控肉饭，人家都说脏话，你没吃过，你不要那边跟我讲控肉饭。好，我就来吃吃看。因为我今天只有办法吃到这一间的，其他都关了，要不然就太晚开，所以呢。大家不要怪我啊！你觉得喜欢或不喜欢都可以留言，没关系。继续留言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吃。对，我们先拿一间来试试看。先来看一下这个控肉，哇，层次分明哎。它真的是放下去会短腰的那一种。它是分开来弄的吗？怎么样？彰化控肉，初体验哎。好像很 Q 又软化这样子，咬一口给大家看那个感觉。我刚刚看到的时候，其实有点惊艳到哦。我刚刚就是筷子这样顺着溜下来，结果它的皮跟油的部分呢就分成了，竟然可以把它分离，太厉害了！它这个完全就是分离的，连瘦肉的部分啊、肥油皮全部都是分开来的。他们家控肉可以选肥一点的或瘦一点的，但是我吃完了觉得应该选瘦一点就可以了，因为我这样子呢，把它夹起来，肥油了一整层，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，标准应该是很 OK 的。你看这个瘦肉啊，这样一小块而已啊，它卤的蛮深层的，所以一口呢就可以配好几口饭。然后呢，它其实这个瘦肉呢，就是哇完全不会柴，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舒服啊。今天吃到2家饭呢，都煮得非常好，该 Q 弹有 Q 弹，该饱满有饱满，粒粒分明的。
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这一片酱瓜，跟我们一般吃的那种腌制的感觉不一样，它的感觉像是用卤过的，所以带着这种卤汁的香气在里面，非常特别。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酱瓜，而且呢还吃得到红葱头带来的香气。真的，我觉得它这个整碗啊，非常的单纯，就是卤肉，对不对？控肉，然后白饭，然后跟那个酱瓜，可是吃起来就是非常好吃，非常经典，单纯却精致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喜欢。我们还有点了2盘烫青菜，补充一下蔬菜。他们这边的控肉啊，也是卤的这样咸甜，中间平衡感非常的好。它上面这个卤汁啊，非常好吃，咸甜的，真的很好吃。我们来总结一下。这一集呢，是我们第一次来到彰化市区做拍摄，但其实平常除了拍摄之外呢，我们也很少跑到彰化市区来，所以呢，对这个地方呢，真的是很陌生，但是又觉得很有新鲜感。我们今天一整天吃下来，其实是真的觉得蛮惊奇的。我们今天挑选的店家呢，都是在地老店或者是500碗的获选名单，然后也有在地的朋友带我们去到处吃喝。说真的。朋友推荐的也超赞，因为呢，他就是当地这边美食的影音创作者，所以他推荐的也绝对不会错。虽然说这些都是一些大家有拍过的，或是很有名，可是我们吃起来都觉得很惊艳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，你都吃这些，绝对完全没问题，吃起来就会吃得非常开心。我觉得彰化啊，他们在咸甜之间的那种控制度非常好，因为有些城市是它甜比较多，有些比较偏咸，但是他们这边都捏得很刚好。真的是我吃过里面咸甜的那个控制度最厉害的一个城市。另外，我觉得彰化市呢，就是一个假爸假咖都可以的城市。那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呢，如果有办法平日来的话，就平日时候来，因为我们今天完全没有排到队。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推荐的话呢，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，我们下次有机会再来。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